罗女士，根据您提供的行程单来看，您丈夫应该是已经出国了。应该，我现在是联系不上他，他把我这个微信已经给删了。我去公司找了他，发现公司已经关门了。林先生通知我们关门不再承租的时候呢，还有2个月的物业费没有缴清，后来就联系不上他了。我觉得他可能是出什么事儿，你要不要看一下这个监控的录像？行程单上的另一个同行人叫温丽，您认识吗？谢谢。这是我的一个朋友，然后他在老公的公司上班。您看一下啊，这是机场入口的这个录像，您看是他们俩的。刘明，这就是我跟你说的我那闺蜜温丽。哎，你好。她最近刚辞了工作，准备找新工作呢。你那儿还缺人吗？咱们把她招了得了。我那儿缺不缺人，还不都是你说了算吗？你把我说那么强势吗？哎，姐，爸妈，刘明跑了。刘明，她带着我的一个闺蜜，然后2个人就跑到国外去了。他把公司给关了，把所有财产都转移走了，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他有跟你们联系过吗？有什么事都不能当面解决，不能当面说，为什么非得要这么做的这么绝？这个，英子，刘明为什么走你不知道？我不知道呀。你自己干了什么也不知道？我什么？你们结婚2年了，我们老两口判了2年，判什么呢？我跟他爸都老了，退休了，我们一心一意的要抱孙子。可听说你要当什么丁克？不是，你要丁克，我们刘明不想丁克，我们也不允许他丁克。这不说有个女孩喜欢他，愿意为他生孩子，那2个人这不就走了？当初我们俩结婚的时候是他跟我说的，他就说我们俩丁克吧，我说行。所以他走，你们都知道？知道。我叫罗英子，今年28岁。我刚刚通过了司法考试，拿到了律师资格证，对生活充满了期望。在我丈夫刘明30岁生日这天，当我在家里给他筹备生日宴会的时候，我的丈夫搂着我的闺蜜温丽出国了。机会和灾难就这样同时砸到了我的头上。
咱俩离婚吧。姐的司法考试考下来了，以后姐也是法律人了。你刚才说实话是不是吓一跳？是不是？是吓一跳。我跟你说，真离婚啊，我就给你打一净身出户，你信不信？你知道这司法考试多难考吗？通过率7%，但姐就考过了，厉害吧？英子，你真了不起。那是，也不看是谁的老婆。哎，走吧。哎，对了，你今天早点回来啊，30岁生日，咱俩好好庆祝庆祝。走吧，走。再见啊，英子。你看看你们的答案，荒谬至极。就这种水平，还想搞法律？你们觉得法律是干什么的？为道良谋，混口饭吃啊？我的耐心也是有限的。如果你们再这样下去，你们就退学，不要来上我的课。下课。退学可以啊，学费够不退嘛。就是，整天摆出一副为法律献身的样子，有本事别来挣钱呢。祝贺。祝贺。你不是通过司法考试了吗？对，谢谢梅先生。出事了。进来吧。梅先生，我丈夫跟人跑了。我一直都觉得我自己过得特别幸福，可是我现在才知道，我原来生活在一个巨大的谎言里。我身边全是谎言和欺骗，我的丈夫、我的公婆、我的闺蜜，他们合起伙来一起骗我。我到底做错什么了？我也不知道。我觉得我挺好的，这些日子，我也不知道这件事跟谁说，我也没法跟我爸妈说。看来那张入场券真不应该给你。一个学法律的，通过了司法考试，遇到了事情，却只会跑来找人哭。你这种人啊，就算是拿到了律师证，你也不会成为一个好律师。可是突然遇到这么大的事，你就该让我诉一点委屈吧。你说给谁听啊？谁有义务听啊？
你能把你丈夫哭回来？你坐在这儿哭，没准你丈夫和你那闺蜜正在转移你那还没来得及转移的财产，你会被剥夺的一干二净。谢谢。你呀，还是把那个证撕了吧。走吧，我没你这个学生，以后你也不用来找我。走吧，走吧。别老师，对不起，我刚才是真的懵了，我现在就去想办法。等等，人这一辈子会发生很多很多的事情，只要你不倒，没人能打倒你。只要你自己站住了，你才能打倒对手和伤害你的人。这是我过去律所的电话，他们正在招人。你已经通过了司法考试，去，重新站起来，用法律保护自己。和以前一样，咱们不说废话，分案子。张继怀故意伤害，小修分析案卷，列表展示检方证据，Lisa 配合整理初步辩护思路，王鹏准备会见材料。下一个，周克俭重大责任事故。李明事故现场拍照，整理照片证据细节。吴迪拿监理日志，把事故前后时间段的内容整理好。张超联系承办法官，约时间汇报案情。下一个，王大福故意杀人。法院还没钱，不愿意接是吧？啊，都挺聪明。行，这个案子我一会儿指派到谁的头上，累死也得给我接。啊，师傅，我先撤了。呀，秋姐，挺忙啊。进。韩主任，有事吗，秋华？坐下说。哦，我站着说就行。韩主任，王大福故意杀人那个案子，我想做法律援助，顶多就有一个补助。我知道是法院案，不过没关系，是案子就行。行。不挑活，肯付出。咱们律所的年轻人，我就欣赏你。那这样，你找个1年级或者2年级的一起完成，回头交给我。韩主任，这个案子不是事实清楚，检方证据也很充分吗？我就可以自己写辩护意见了。最后开庭肯定还得您来，
但是其他部分，我想试着自己完成这个案子。秋华，其实我有好几个案子都想带着你，那可都是有代理费的，为什么非要自己完成一个法源案呢？出力不讨好。再说了，比你早进来的实习律师都没有单独完成一个案子。我现在要把这个案子交给你，你总得给我一个交代吧？那就按您说的，我想想找谁一起做，等我找到了，我再来跟您汇报。哎，秋华。哦，韩主任，你一个月工资多少啊？底薪5000。哦，还有您发的案子的提成。怎么了？你这身衣服不好看，太素了，应该穿一条裙子。身材好的女孩穿裙子，那才赏心悦目嘛。你要是钱不够的话，我给你打点，换几身衣服。韩主任，我工资够花，谢谢您的好意。对了，还有高跟鞋。腿长的女孩穿高跟鞋才可以显示出她的优势嘛。哎，你穿多大鞋啊？我穿这个鞋便于工作，我这老跑跑颠颠的。那我先去忙了。记住，你得站起来，重新活过，无论多难，都得自己活。王先生，早。早，上班了。
居然被人坑成这样。哎呦，还是一美女！哎，你看啊，这么宽的路咱都能撞一块儿，这不是缘分吗？没事吧？别说那个，哎，突然冰道你怎么开车的？有事着急了，不好意思。但你别急，我来处理行吧？你是哪保险公司？太平洋保险，怎么了？啊，太平洋，我富康的。啊，行，富康是吧？太平洋，富康。太平洋保险是吧？啊。我这刚刚发生了一起追尾事故，出现场啊！不用，这现在是高峰期，又是交通要道，警察催了好多遍了已经。提供车牌号可以的，北 AMN771。嘿。啊，车牌号？北 HB0862。北 HB0862。当然是后边这个呀，后车全责，他追我尾呀，妹妹。不是，哎，怎么就你把电话给我？提供照片是吧？你把电话给我。可以的，没问题。修车时候用，好的。行，不就拍照片吗？谁不会呀？美女，处理好了啊，很简单。不是，哎，你等会儿啊，我还没拍完呢，你等一会儿。不是，哎，不是，就这么着结束了？不是，我还没拍完呢，等会儿。哎，不是，还有没有人管了？哎，有种你停下！771，老娘今天第一天上班，你跟我玩这个，你等着。嘿，哎，你好，请问您是夏叔律师吗？啊？对不起，你们认错人了。哎呀，错了，不是告诉你是辆商务车吗？哎，这，来，夏律师好，夏律师好。哟，这谁呀？至于吗？哎，小叔。嚯，早餐。排场够大的。昨天来接我。迟到了。去吧。真是24小号那一种。姑娘可小心喽。你好，我是来报道的，我叫罗英子。罗英子，这边。你找个位置坐一下。哦，行，谢谢。没事儿，我们部门的工作还是挺轻松的，你不用有什么压力。等你爸爸来，一起吃个饭。哎，张律，介绍一下。您好，这是夏叔，夏主任的女儿，今天入职。好，三律。好。人齐了吗？哎，齐了。上去坐。好。各位好，欢迎大家加入良城律师事务所，我是良城所的创始合伙人方丽红。良城所呢是一家大型的综合事务所，现在我们有执业的律师121名，实习律师30名。
现在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律所的主要管理层。管委会主任曹正律师，监事会主任张志律师，我们的财务总监范一清女士，以及各位高级合伙人。律所的日常管理是由我作为管理合伙人，那重要事项呢是由管委会表决通过。我们律所划分专业部门，那各位入职的律师呢也会根据自己的意愿和业务特点分配到不同的律师团队。希望大家在良城得到锻炼和成长，为维护我们的社会公平正义，为当事人的利益尽心尽力。再次的欢迎大家吧。老大，哎，这是新来的员工，娜娜。哎，你好，娜娜啊，欢迎，哎好。啊，怎么称呼您啊？秋华。那我叫您师姐吧。啊，都行。我也是实习律师，我现在给韩主任做助理。哦，师姐，咱们这行政部有多少律师啊？10来个吧，但是实习律师比较多。师姐，不好意思啊，我这刚来就问这个。我刚刚听那财务大姐说，这个咱们这公司除了5000底薪以外，说如果办案子，师傅还会额外发钱呢，有这事儿吧？那得看师傅高兴不高兴。师傅经常不高兴啊。那哪个师傅比较大方？也不是说啊，就这5000块钱真不够我活的。咱们刑侦部的师傅只有一个，这位。50万怎么样？50万行的话，我让受害者的家属出一份谅解书，对你当事人非常有利。50万，兄弟，50万，这活我都想去干了。不，你也不看看我这边这当事人啊？你就算把他宰了，把他的肉卖了，你能卖出50万来？你再想想这事儿，是不是？我就说我东躲西藏，怎么都啊，不好意思，韩主任打扰一下，分给咱们的实习律师到了。等等。怎么了？你认识韩主任啊？不认识，他对面那人是大正所的陈硕律师。他们是朋友啊？算是吧。他是来找他谈工作的。怎么了？你这是？我想上厕所。哦，那你赶紧去吧。哦，谢谢师姐，我先去一趟啊，快点回来。哎。喝凉水都塞牙。哎，我就不明白了，家属想不想留一条命啊？想的话，把这家财赶快卖了，把钱给我当事人，我保证出谅解书。不是兄弟，这案子你挣多少啊？啊？刑事附带民事，你说我挣多少吧？主任派的活，你以为我想接呀？我年轻啊，我受压榨呀，我逆来顺受啊。你还受压榨？你这种人走在马路上不捡点东西，你都觉得自己吃亏了。但是这个案子我这边都法源了，以前是为了正义，现在是为了什么？正义，当然还是正义。正义的底色就是最大限度的保护每一条生命。哎，对，是啊，对，我不是在厕所这儿等你呢吗？法院案不赚钱，咱为什么？为的是留一个名儿。你让你的当事人活下来，这名儿不就落下了吗？是不是？说的真好听。那王大福是故意杀人。不用往下说了，知道了。但就是建议啊，建议让王大福的家属好好想想这事儿。50万，便宜。哎，不是为了正义吗？正义是无价的呀。代理案子是有价的呀。你那狐狸尾巴露出来了吗？啊，50万，30%，起码15万起。
行吧，行吧，行吧，老了，走了，老了。我送你，我送你。哎呀，走了，老同志。对。这是你的办公室，怎么样？还行吗？还行。哎，网速快不快？哦，也还行。那个姓夏的女孩果然让陶正抢走了。好像是分到陶律的事务部了。我就知道，当初那姓陶的要死要活的要当管委会主任，我就知道好处以后就是他和方丽红的。脏活累活我们干，好处他们得，世道就这么不公平。分到我这儿的都是下脚料。韩主任，实习律师到了。哼，来，进来吧，进来吧。师傅好。先不忙叫师傅啊，还不一定能带。你叫什么？罗英子。哦，法律专业毕业的？是。28了，怎么想起现在干律师了？那个，毕业以后就考了公务员，但是后来还是想干本专业吧。我去年就辞了工作，过了司考。觉得律师好赚钱是吧？家里是干什么的？哦，我们家是岭南的，我爸妈都是做教育的。结婚了吗？这工作有什么关系呢？我这儿的规矩是，婚假按法定假期来，多一天算旷工。婚假期间还得随时待命，行变不案件多，任务重，不养闲人。离了。你这推荐信没大梁写的，后台挺硬啊。哦，那个我是准备司考的时候在梅先生那儿学习过，后来找律所就梅先生帮了个忙。好，这我啊。哦，韩主任，你先带他去工位熟悉一下情况，然后把给他准备好的案卷让他先看看。好的，韩主任。谢谢师傅。先不忙叫师，明白吗？哎，老张，我老韩，把那姓夏那女孩就这么给陶正了？我在方丽红那儿说话不好，是你不应该呀。你不知道姓夏的女孩什么来历？他爸是咱省发改委主任，那底下得多少厂子、工厂、企业，那是多大的案源呢？你先整理一下。好，您忙吧。回家替我向你父亲带好。哎。这就是咱们部独立的会议室。那边那个房间是几个部共用的接待室。这一片就是实习律师的办公区了。咱们部的规矩是男主外，女主内。男的在外面跑法院、调查取证之类的，女的就在家做法律文件，最后拿到韩主任那儿汇总。这就是你的工位。哦，这些卷宗是韩主任让你看的。哦，这是正在办的案子吗？哦，不是，是已经结案了。啊？那给我看什么呢？估计是让你看看这些卷宗，然后写个点评，看看你水平的意思吧。哦，哎，师姐，那就像您刚才说的，这一个案子被肢解成了好几块，每人各管一摊，那最后办成了，这算谁的呀？这什么时候才能够独立办案啊？要的就是这效果，慢慢你就知道了。我先回去了。你算问到点子上了。你是在跟我说吗？
老韩就是故意的。哎，各管一摊儿，永远没有办法独立办，这样到时候分钱的时候他也不用分了。哎，那是不是实习期满转了职业就可以离开他，独立办案了？真不跟你说，去年所里研究提了10个转职业名额，批下来了8个，知道咱们刑辩部几个吗？老韩做主，1个都没留。慢慢你就知道啦。刑辩部，填平。哦，你好，罗英子。让我看一下，就这个，我这个写的是对的。但是这些其实可以对着。你好。这儿呢，这儿呢。哎，这是我男朋友王良，这就是罗姐，以前在公司特照顾我。你好。来，3、2、1。谁啊？来了。罗姐，您怎么来了？罗姐，要不然咱们出去说吧。王良，来客人了。这是？这是我老婆静静。不是，这是你太太，什么时候的事儿？那你和温丽又是怎么回事？罗姐，我先跟罗姐出去聊一下，回头我再跟你解释啊。哎，王良，你这是有事儿要瞒着我呀？其实那个时候我们分手已经快2年了。他说，你要把他介绍到你丈夫的公司去工作。你要是知道他没男朋友的话，怕你不放心，所以那天你们喝茶的时候就把我叫过去了。来了，谁啊？兰兰，你怎么在这儿？姐，啊？切，老娘们来了。谁？老娘们。兰兰怎么在你这儿啊？我回家之前来看看我姐，不行吗？来，你回屋。有什么事吗？唉，刘明让我给你送来这个。你看看吧。连个面都不照，就想这么离啊？他不会再回来了，除非你在离婚协议上签字。他回来，
领离婚证。再说了，你们就这么拖着，有意思吗？我跟他爸商量过了，如果你同意，我俩咬咬牙，从我们的退休金里挤2万块钱给你，算是对你的人道主义补偿。人道主义补偿，这都哪儿学的大词儿啊？你们是不是还觉得自己挺大方的呀？那我们的夫妻共同财产呢？被他转移走了，就这么算了？说话得讲良心，你们有什么共同财产啊？啊，这几年你们吃的花的，哪样不是刘明挣的？你整天吃香的喝辣的，过着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日子，哼！现在凭什么夫妻共同财产？都是他挣的吗？他刚开公司那会儿，几个大客户是靠谁给他联系的？还不是靠我爸吗？就算钱是他挣的，只要在我们夫妻关系存续期间，那就属于我们夫妻共同财产。我跟你也说不着。他要是想离婚，你就让他回来，我跟他面对面的把这事儿聊清楚了再离。我英子，你就这么赖着有意思吗？太有意思了！我原来还不知道有这么有意思呢，现在才知道这么有意思。你既然来了，就麻烦你转告给刘明，我已经跟法院起诉和他离婚了，让他马上回来应诉，否则法院找不着人，公告送达，到时候开庭他不在，审判结果对您宝贝儿子不利，您可别怪我。你也真下得去手。罗英子，我劝你啊，还是在这上面签个字。2万块钱呢，我已经带来了，你只要签了字呢，我就给你，否则啊，这2万也没了。签不签？为老不尊，赶紧跟我走。罗英子，我说你家教不好啊，还真让我说准了。你们现在还没离婚，我还是你妈，你就别逼我。你干嘛呀？这是，啊？你疯了吗你？那我先走，协议留在这儿，你再好好想想啊。给你3天时间，过了3天，这2万可就没了啊！就3天。已经杀人，没有不在场的证人。秋华，楼下新开的饭店好好吃。哦，我在便利店工作。
韩主任，我的意思就是，咱是不是见一下这被告人啊？然后回来再写辩护词，不然我这心里没底啊。检方的证据有什么问题吗？从检方提供的证据来看，形成了一条证据链条，倒也是看不出来什么问题。但咱是不是应该还是见一下这被告人啊？这个基本上就走个流程，司法资源是有限的，得用在最需要的人身上。你把辩护词写好给我，开庭前去见见他就行了。好吧。姐，我今儿在家看你那书了，怎么好多我都看不懂。看不懂。哦，是，这个法律的书啊，确实比较难看懂。姐，你看案子呢？给我讲讲呗。你想听啊？就是这个被告人和他的妻子在京北打工，他们俩还有3个孩子。但这个被告人呢，在外面找了个第三者，然后就被这第三者给缠上了，非逼着他离婚。那你想想，他这一大家子上有老下有小的，怎么可能为第三者离婚呀？结果呀，他就把小三杀了。起诉书上是这么说的，我看证据也没问题。这个第三者呢是死在他这个出租屋里，当时啊，有人呢看到这个第三者来他家，被告人一个人在家，还有人听到他们俩吵架，而且后来的这个尸检报告上面也说，第三者在死前和这个被告人发生过关系。最重要的是，凶器是一把菜刀，这菜刀上有被告人的指纹。这种男的，就该给他枪毙了。姐，怎么还替这种人辩护啊？在法院宣判之前呢，他只是嫌疑人，而我作为律师，我要保障他的合法权利，让他得到有效有力的辩护。我要以后当律师了，我就只给好人辩护。我说，我们应该先去见被告人。什么？然后再来研究辩护策略。哎呦，长本事了。韩主任，毕竟是一条人命啊。检方的证据不是已经很充分了吗？可是我们应该去见见被告人，看他怎么说。看来我还得靠你教我怎么当律师。韩主任，那个法院案被告人的妻子来了，说要见承办律师。是王大福那案子吗？啊，是。你指望他到现在可能连案卷都没看。明白了，谢谢你啊。孙女士是吧？来，您请坐，请坐。我是这个案子的承办律师，我姓韩。韩律师。这位是罗英子。哎，罗律师啊，那个韩律师啊，那个我们家大福是被冤枉的，你可得为他好好辩护辩护。孙女士，您别着急，有什么话慢慢说，我正好也做个笔录。哎，好。这位是我的助手秋华。好。你喝水，慢慢说。好。哎，秋华，你留下来做记录。那个，别着急，喝口水，慢慢说。那个骚货呀，虽然是死在我们家里的，但是真不是我男人杀的。哎，孙女士，在法庭上你可千万不能这么说，有事说事，别用侮辱性语言，对你丈夫不利。行，我记住了。但是大福是被冤枉的。孙女士。虽然你丈夫婚内出轨，但是你还能为他开脱，
这样的态度很好。如果你能够积极地对受害人做出赔偿，争取受害人家属的谅解，那么将来对你丈夫的量刑将更有利。可是人真不是他杀的呀，孙女士啊，您说这话有什么根据吗？这公安局不是说那个人是3点多钟死的吗？可是他那个时候吧，跟我在我们老家，我们家老家呢到这个城里有好几10公里呢，那怎么可能是他杀的呢？您是说，案件发生的时候，您丈夫是跟您一起在您娘家？对呀，就那个骚货不是就那个女的啊，这不是跟他通奸嘛，我就特别生气。然后呢，头天晚上我就给他吵起来了。这一生气，我不就回娘家了吗？我打工的那个饭店，当时就打电话到我们家找我。这大福就害怕我被那个给辞退了，然后他就到家里来找我来了。就他到的时候吧，是3点钟，对。然后我们2个就在那个山上说了阵子话。我这不是生气吗？他叫我回来，我就不肯跟着他回来呀。然后他就自己走了。那他走的时候，4点钟，没错，就是4点钟。他到家的时候，那一看那个女的已经躺在我们家地上死了。你说要是他杀的，那3点钟怎么可能嘛？您看我理解对不对啊？也就是说，当时您生气，然后您爱人就去您娘家找您去了，然后后来对。孙女士，那么警察调查的时候，你把这些都说了吗？我说了呀，他不信啊。为什么不信？就说我包庇我男人，然后还说那个我提供的这些东西，就他推翻不了，就是他们说的那个。那你说，当时你丈夫跟你在一起？有什么证据吗？哎呦，韩律师，这要有证据不就好了吗？就当时他到的时候吧，我正在那个山上干活呢，我们2个就……孙女士啊，你们在山上的时候有人看到你们吗？好像没有。那你回家的时候也没跟家里人说过？我哪敢说呀？就我爸我妈就知道他在外头。好了，孙女士，情况我们都了解了。请你相信，法律不会冤枉一个好人，也不会放过一个坏人。我们还要研究为你丈夫辩护的思路，就不留你了。再见。那个小罗，你送一下孙女士。不是那个韩律师，这还没说完呢。罗律师，你说我们大福没什么太大问题吧？孙女士，您回去再好好想想，看看谁能证明您说的话。如果能证明您爱人在那个时候就在您娘家那边的话，那他就不会杀人，这案子他就有希望了。行，罗律师，那我谢谢你啊，我先回去好好想想啊。那我先走了啊。韩主任，我总觉得吧，这个案子有问题。那当事人婚内出轨与他人通奸。那最应该受伤的是他妻子，可他妻子现在坚持他无罪，就这一点不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吗？你懂什么呀？一个家庭就是一个利益共同体。她的男人出轨不假，可是她男人还是她孩子的爹。现在那个女人死了，已经对家庭的威胁已经解除了。真遇到事儿上，她当然要护了她的男人了。大刑事案，不要有多余的动作。就在检方提供的证据证言里寻找到对被告人有利的地方就行了。具体到这个案子，咱们可以在受害人也有过错，被告人是激情杀人，系初犯且认罪态度良好几个方面辩护就行了。有了这几点，不被判死刑的可能性就会很大。咱们能为他留住一颗人头，也算是尽到责任了。赶快去写吧，明天咱们去会见被告人。明天？好。梅先生，我来看你来了。我给你带了好吃的。活过来了。那总得活下去啊。我已经起诉离婚了，不过离也没什么可离的。
他把所有财产都转移走了，但是还有2套房子，我要争取到手。哎，对了，韦先生，我呀接了一个法援案，然后呢写了辩护词，但第一次写，我怕写不好，请您给我把关。刚到律所，就接到法援案了。韩主任给的，其实是我管他要的，他就给我这个了。故意杀人案，见了被告人了？没有，韩主任说先写好，然后等开庭前去见见被告人就行。还没见被告人，辩护词就写好了？我看检方的证据挺充足的，而且韩主任说这个……你就是这样对待法律的吗？主要因为是韩主任说，你就是这样对待你的职业，你还不如不做。你这不是草菅人命吗？对不起，韦先生，我错了。你错哪儿了？我说你2句，你还把责任推给别人。一个人失去了人身自由，失去了对外联络，他能依仗的就是律师啊。可你们连他的面都不见，就把辩护词写好了。你们这种人啊，就根本不配做律师。活该我。主任，头一回见被告人吧？是。现在比以前强多了，警察不会在场，也不会录音，但是会有监控，所以现场还是要注意记录。好。怎么又来了？我不去。哎，先安排会见了。韩律师啊，我找到证人了。找到了啊？对，而且还找到2个呢。就我们那个邻居，他们不是在山上承包那个果园吗？就那天刚好看见我男人了。韩主任，就这些。啊，就这些啊。啊，你们都记下来了？哦，记下了。还有吗？没了。哦，那我们还有一些事情要讨论，就不留你了。哦，对，还有一个事儿，就是你看看，你帮我把这封信转给他。这不行。不是，其实这个信的内容没什么，就几句话，主要是告诉他那个孩子在家的状况都挺好的，别让他操心。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在那个法庭上不该认的千万别认。好，这样，这封信就留在我们这里，好吧？我们还要讨论案情，就不留你了。啊，行。好，再见。哎呀，各位。那个我们家大福的命就交给你们了，拜托了，谢谢啊。放心。哎，我送您。啊。罗英子。啊。回来，把门关上。韩主任，如果找到了证人，那就说明王大福没有作案时间，是不是就可以翻案了？把门关上。来，坐。你昨天送他出门的时候，是不是嘱咐过他，让他寻找证人啊？是，他昨天不是说王大福当时是跟他在一起的吗？那你想害死我呀？那学了几天法律啊？前律所就没你能了，是不是？韩主任，你什么你？你知道你现在这行为会害我进监狱。韩主任，我不懂。你不懂。秋华，你解释给他听。证人证言其实是很不可靠的东西。孙小娥一心救夫，
又知道有另外证人的重要性，他肯定会找同村人帮他做伪证的。乡里乡亲抹不开情面，就答应帮他作证。但这种证言是经不起法庭质证的。等这些出证言的人见到警察，知道做伪证是要负法律责任的，那很有可能就会改变证言。你想想，等他们见了警察，知道做伪证是要负法律责任的，他们会把做伪证的责任推给谁？知道刑法有个第306条吗？知道。在刑事诉讼中，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毁灭、伪造证据，帮助当事人毁灭、伪造证据，威胁、引诱证人违背事实、改变证言或者作伪证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条儿背得挺熟啊。梅大良是你的老师吧？知道梅大良怎么变成现在这个样子的？这个律所，就是她和她的丈夫于大良，还有方丽红他们一起创办的。后来他们夫妻接到了一个案子，自以为掌握了足以推翻案件性质的证言，结果到了法庭上，证人一口咬定是他唆使他们做的伪证，他的当事人也在法庭上说是他教唆他们改变的有罪供述。他们被诉触犯了刑法第306条。于大良到了法庭上，由于脑淤血当场倒下了。梅大良也被吊销了律师资格。梅大良原来叫梅琴，是为了纪念她的丈夫才改叫现在这个名字的。你们还年轻，记住，作为一个律师，他的第一个对手是他的当事人，其次才是对方代理人，最后才是法官。记住了？记住了，师傅。就话看家，小楼跟我走。哎，师傅。这个不帮着转了吗？这个要是让那个法警检查一下、看一下的话，我刚才看了都是几句家常话。那个您说，这要是给王大夫看了，没准还能安抚他的情绪。不行，我警告过你，不要做多余的动作。这封信秋华存档。王大福，我们是法律援助中心指派给你的律师，我叫韩志通，他叫罗英子。你同意我们做你的代理律师吗？同意。律师同志，这人真不是我杀的。把代理书让他签字。这是您的委托书，您看看，如果您同意的话，不用看，我签。我们就可以做您的那个辩护律师了。然后，我们的代理义务是到一审结束。啊，没问题。我说律师同志，这人真不是我杀的，这真跟我没关系。你记录。我承认啊，就是我跟那个钱爱莲这关系，有点不正当，但是他是老逼着我离婚，我就不理他。就头天晚上吧，就是我老婆也是因为这事儿就跟我吵了一架，就回娘家了。然后我正琢磨着是要不要把我老婆叫回来呢，然后这时候这钱爱莲就又找到我这儿了。然后后来我
就没禁住诱惑，然后就又睡了一回。结果这睡完以后，他就又来劲了，他就逼着说是离婚呐，又闹吧，又动手，这挠得我这脸上身上好几个刀子。后来我也就给了他几个大嘴巴。然后这时候正好那个就我老婆打工的饭店就给我来电话，说我老婆这一天没上班，如果再不上班就开除了。这我就吓一跳，我就赶紧就说要出门去找我老婆去。然后我是1点钟出的门，然后回来的时候7点钟。等我回来的时候，他就已经死了。然后我就赶紧报警了，结果后来他们非说是我杀的人，这律师同志，这你得给我做主啊！我要杀人，我干嘛？我在我自己家里杀呀，对不对？而且就是我跟钱爱莲这事儿，我老婆是已经知道的了，我就没必要，对吧？就你那法律名词就动机嘛，我没动机啊，我没动过，我不动啊，我没动过。好。我们知道了。哎，警察问你的时候，你把这些都说了吧？这都说了。王大福，现在呢，检方认定是你杀了人，从证据上来看还是很充分的。你说的这些，我们在辩护的时候会提出来。不过依我看，这个案子辩无罪，几乎是不可能的。别不可能啊！不是律。如果你认罪态度良好，真诚悔罪，积极对被害人做出赔偿，获得被害人家属的谅解，最后对你减刑还是很有帮助的。不是，律师同志，这人他真不是我杀的呀。受害人民事部分的代理人提出来，如果你家能出50万，受害者家属会出具一份谅解书。这对你的量刑还是很有帮助的。我哪儿来的钱啊？不是，咱们捋顺啊，这人不是我杀的，我干嘛要赔钱呢？你有什么证据能证明你刚才说的这些吗？不是，想不起来了。你刚才说，你当时是1点多出的门啊，但现在没有找到你的监控，你怎么解释？你当时是怎么走的？就我们住那个地方，就城边这么一城中村，然后多数都是什么违建，你随时可能就拆的，哪来的监控啊？哎，王大福，打官司打的就是证据。你要说你没杀人，那你就要找出你没杀人的证据才可以。你可以再想一想，如果你再想到什么的话，你可以及时告诉我们啊。不过时间要快啊。不是，律师同志，你别走啊！不是冤枉死，不是您别走啊，律师同志。罗英子，你什么意思？来的时候跟你说的话都白说了。韩主任，您听我说。说什么说？你知道你这么做很危险。他现在在被关押的状态中，那你说谎对他有什么好处呢？韩主任，你这个案子我是仔细研究过的，乍一看似乎是形成了证据链条，但是再仔细想一想，再听王大福一说，我觉得这个案子不是一点问题都没有。你看这王大福，他是没法证明自己出门进门的时间，但是现在警方也找不到他出门进门的监控，对吧？那有没有一种可能，王大福说的是真话呢？而且王大福的邻居说，听到他们争吵的时间是12点多，他自己说他是1点多出的门，他报警的时间是晚上7点多。那在这5、6个小时的时间里面，王大福和孙小娥所说的一切，完全有可能在他们家里发生啊。上车。我说的都对呀，没错。开门。哦，对不起，不好意思。
好几天没睡好了。我跟你说，现在这当事人一个比一个精，想从他们身上赚钱，这个难呐！哎呀，我的目标出现了啊！先这样，拜拜。哎，一会儿把那个案卷给我，我再看看。哦，好。小孙，你好，陈律师。你好，你好，我找韩律师。您跟他约了吗？要不您先给他打个电话。好的，好的，打个电话。嘿嘿，陈律师，哎呀，你看你为了正义还真执着啊！不一直都这样吗？韩律师，我在你所里呢，您在哪儿呢？啊，哎呦，你在我们所呀？哎呦，真不巧，真不巧。你看我在外面办事回不去，你有事吗？哦，上外边呢是吧？没事没事，是我不好，我本来想卡你个空呢。啊。我来你所里呢，就是想跟你顺嘴说一下，就是关于那个刘大怀的他故意伤害致死案啊，受害者家属现在决定了，放弃一切的民事赔偿诉求，就一个要求，必须判刘大怀死刑。哎，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你看这事儿弄的，我也不知道你今天要过来。你看，这样，我让我的助理去接待你好不好？有事你先跟他谈，千万别走啊！你等着等着，哎。主任，你要的材料。哎，不是让你去见陈律师吗？记住啊，不能让他那边当事人放弃赔偿要求。啊，主任，可是这个什么刘大怀这案情我也不知道呀。就一故意伤害致死案，可刘大怀有钱啊，代理费就拿出不少。他那边当事人如果放弃了赔偿要求，坚决索命，咱这边跟人刘家不好交代啊。所以你去啊，一定把他得哄住了。哄住？主任，我是怎么哄啊？好哄，对，他还代理王大福这个案子啊。这个人啊，无利不起早。王大福这个案子是所里派给他的，他肯定也就顺手一办。他关心的肯定是刘大怀这个案子，所以你一定得哄住他啊，明白吗？赶快去，赶快去。啊，哎，主任，这个给你。哦，好，赶快去。好。进。陈律师您好。你好。我们韩律师在外面忙，您有什么事儿？不是冤家不聚首啊，就因为你啊，我明年车的保费要多交了，知道吧？活该，谁让你先撞我的？后边是你故意别的我。人不犯我，我不犯人。行了，咱聊正事了啊。我叫陈硕啊，美女怎么称呼？别那么轻浮，我叫罗英子。说吧，你今天来有什么事儿？是刘大怀的案子呀，还是王大福的案子？王大福呢？韩志聪是在所里吧？你们刚才不是一起回来的吗？我看到了，故意躲我是吗？那没办法，我就得拿刘大怀的案子调他。你是受害人的民事代理人，那你觉得这案子有疑点吗？我哪知道有没有疑点啊？刑事部分不是有公诉人的吗？我这趟来就是想问你们能不能多赔点钱。你是一个律师啊，你连这案子有没有疑点你都不去想，就先想着钱呀？那要不然呢？有没有疑点跟我没有关系，我负责的是民事部分啊。有疑点找警察找公诉人去。哎，我上次找老韩啊，我开的是50万，他不同意。今天我做主了，美女，40万，40万你能做主不？不是，什么叫跟你没关系啊？那如果这个人不是我当事人杀的，我当事人为什么要赔你呢？那怎么着？你是觉得有疑点就要干警察的事儿，你去查案啊？我还真觉得这案子是存在合理的怀疑的。哎，你刚入行是不是？怎么了？我刚拿到实习律师证啊，第一个案子有问题吗？
看出来了，没问题。你说的这个，你说什么呢？帮我尊重点啊！美女，你叫我罗英子。好的，罗实习律师啊，我肯定是比你大几岁，所以呢，我给你一个忠告：刑事案子咱们得谨慎一点，合理怀疑这种话不要轻易的说出来。这样呢，我看了，尤其是卷宗，我读得很仔细，基本事实清楚，基本证据确凿，所以没有什么问题。作为双方的律师，我们能做的就是你督促他们多赔点钱，我呢就让受害者家属赶快出谅解书，保王大福一条命，这案子就结了啊！律师的职责就算做到了。什么叫基本啊？基本事实清楚，基本证据确凿，基本上可以判死刑。你对人命对案子就这么儿戏啊？不是，那还要怎么样呢？对，就这样。哎呦。那你什么态度啊？什么意思呢？你要去翻吗？那如果人不是我当事人杀的，为什么不能翻？美女，不可能。可不可能？试试才知道。法源啊，千八百块，你图什么？图什么？你这种人当然不能理解了。你挺有趣儿，你是法律人，咱们谈法律的时候，你在这跟我谈良知，你挺可爱的。行吧，那我就看着你这良知值多少钱，你这良知能给你留下什么事儿啊？你们这律所吧，真的，你师傅韩志通这样，你也这德行。你什么德行？臭脾气！气死我了，没吵好。走着瞧。我刚应该骂他一句就好了。气死我了！回来了，姐，饭好了，洗手吃饭。好。你知道吗？可以吃了，姐。你不说减肥吗？我给你做的虾。姐，找啥呢？来，来，姐，姐，你这咋了？你姐，你别扔，你要是不要，我寄回我老家，行吗？你别扔，哎。早。哎，对，玲子，老韩说让你来了以后上他办公室一趟。哦。请进。韩主任，您找我？啊。按我说的要点，赶紧起草辩护词吧，没几天了。这怎么？啊，这个案子我看了，没什么大问题，人就是他杀的，就这样。哦。
还为那法院呢。行了，尽到责任就行了。哎，您好，我是罗英子。啊。哦，好，知道了，我马上汇报啊，谢谢。韩主任，看守所来电话，王大福需要会见。是看守所主动来电话？是啊，昨天他们去的时候登记我的电话。秋华，你进来一下。我有事儿，你陪罗英子跑一趟啊！记住，只许听他说，不许表任何态，啊。抱歉啊，还麻烦你跑一趟啊，没事。不过咱俩去了也是白去，啊？为什么呀？实习律师是不能单独会见当事人的，咱们去了看守所肯定也不让进。那韩主任为什么让咱们去啊？他怕麻烦呗。不过开庭之前就会见这一次了，咱俩去碰个钉子就回来了。你等着，不是，对，师姐，你等会儿。师傅，恐怕还给劳您大驾跑一趟。这实习律师不可以单独会见的。哎，不知道既然就回来吧，我们又不是没去。您还是跑一趟吧，没准开庭前只能见这么一回了。我这忙着呢。哦，那我是不是去了就说人犯罪嫌疑人想会见律师，但是律师不肯来，然后明知道实习律师不能单独会见，打电话啊，还是派实习律师来了呢？罗英子，长本事了啊！嗯，哎呀，我开车，咱一会儿就回来了。师姐，好。那韩主任，我就不用去了吧？一块儿去吧。走吧，师姐。你在这儿等着。然后我想起一事儿来，就是我当时出门的时候，正好碰见我那隔壁那邻居老牛，他跟我关系还不错，他是拉黑车的，就他孩子生病的时候，我还给过他100块钱，所以这老牛看见我就说捎我一段。哎，好嘞。哟，鹏哥，你这脸是怎么了？没急了，你先走了。哦嘞，鹏哥您就好您那。后来我就觉得吧，我怕回来我在车上影响人家拉生意，我就说就撒了个谎，我说我就到了，我就提前下来了。下车之后我就往我老婆家走。公路边上停了一个翻斗车，那车底下有人修车呢。然后我路过的时候，他让我帮着拿个扳手，我就顺手就给他了。是这个吗？哎，是这个。哎，好，谢谢啊。然后正好那时候我也不知道跟老婆咋解释脸上的伤，我就一边琢磨一边跟他有一搭没一搭就聊了几句。那个时候应该是2点多。就那个修车那师傅，他能帮我证明我那时候在哪儿。他叫什么呀？哪里的呀？这个不知道，因为就偶然遇见的，也没问。那车牌呢？哟，这我还真没注意。他后来从车底下出来，然后我们还换了根烟，就聊了几句，我就走了啊。这车牌还真没注意。那老牛可以为你作证啊？哎呦这。要不怎么说倒霉呢？我回家的时候啊，就看到老牛家门口围了一堆人，我就上去就问，结果才知道这老牛他不是拉黑车吗？正好下午碰着查黑车的了，他开车就跑，这一不留神吧，就连人带车就从桥上就翻到那河沟里去了，就人就给淹死了。王大福，还有吗？那个什么。
就是我从我老婆家出来的时候吧，大概是4点多，我就听那个山下路边上有人吹唢呐，就还是一首老曲子，叫《抬花轿》。那吹唢呐的人你看到了吗？那没有，那距离还挺远的。哎，那还有别的吗？还有就是我老婆呀，那我老婆她那应该也是能听见这唢呐声的，你可以问我老婆。王大福。王大福，对方提出来，如果你家能够赔偿对方家里50万，对方家里就可以拿出谅解书。有了这份谅解书，你不被判死刑的可能性就会很大。你家能出吗？韩律师，这人他不是我杀的，我凭什么赔呀？好，那我知道了。不是，哎，不，这件事儿我们可告知你了。啊，是，不是，走吧。是，不是怎么又走了？不是律师，不是韩律师，这人真不是我杀的。不是罗律师，你去查查这事儿，一查就清楚了。这人真不是我杀的，我冤枉啊！那个，我要出去见个客户，你们俩自己回去吧。啊，师傅，那个我还是想跟您聊一下，您看咱们有没有可能去问问王大福老婆，她当时有没有听见这个唢呐声？我说话你怎么就不听呢？啊？秋华，你告诉他。别问，一问肯定听见了。啊？那怎么办呀？没办法，这个案子本来就没什么可辩的。当然，你可以把疑点提出来，法庭也不会采纳。还是那句老话，这个案子他能得一个不被立即执行，就已经算捡便宜了，你知道不知道？行，你们回去吧。师姐，你听听他说的，就这么当律师啊？韩主任一直都是这么当律师的。可是咱们是不是也给为当事人的利益负责啊？他今天能陪你跑这一趟，已经很负责任了。走吧。跟他是垂死挣扎，想利用律师给他拖延时间，能拖一天是一天。他说的那些，压根儿不要在辩护词里提。马上就要开庭了，下周一，你把那个辩护词写好交给我，还有6天，去吧。韩主任，不是我固执啊，我就是总觉得这王大福不像是在骗咱们。您说他撒什么谎不行，他非给说这些不靠谱的，难道他不知道咱们要查不到就没用了吗？人在绝望的时候，什么主意都能想出来。他如果说一个靠谱的，我们一查没有，他不就白说了吗？他知道我们查不到，我们如果相信他，就会申请延期，不停地调查，他的目的不就达到了吗？当事人想要糊弄律师，办法多的是，学着点吧，啊？韩主任，那个您刚刚也说还有1周，要不然就拿这1周的时间再让我去查查呗。你还真固执啊！哎，我就是心里总是不踏实，我觉得他不像是在骗咱们。行，想查就查去吧。哎，不，1周不行啊，只有6天。哎，对不对？你还得给我剩下1天时间修改你写的辩护词，所以你只有5天，明白吗？谢谢你。还要查啊？查。一个吹唢呐的，一个翻斗车。哎呦，这让我到哪儿找去啊？这。喂，您好。
现在没有能力自己单独接案子。师姐，我有事找你，你能出来一下啊？妈，我先忙了，回头再给你打。怎么了？什么事儿啊？师姐，我遇到事儿了。怎么了？我也不知道该找谁，我就想到你了。你能帮我吗？你说，简单的说就是，我丈夫带着一个我认识的女人，一起偷偷的跑了。他们俩一起去跑到美国去了。你不是跟我们说你离婚了吗？对，我是已经向法院起诉离婚了。可刚才我刚知道，他在外面借了债。啊？债主已经打电话来催了。债主是谁啊？是一个快捷贷，是私人贷。他们跟我说，他之前在那儿借了几十万，然后一直还着利息。后来他跑了，就再也没还了。没过些日子就已经滚到80万了。高法对婚姻法第24条有个解释，你知道吗？债权人就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但夫妻一方能够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或者能够证明属于婚姻法第19条第3款规定情形的除外。也就是说，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约定归各自所有的，夫或妻一方对外所负的债务，第三人知道该约定的，以夫或妻一方所有的财产清偿。你们之间肯定没有这样的约定，就算有，对方也肯定说不知道有这个约定，对吧？哎呀，我当时哪知道，我嫁个人还要当贼房呀我。那你现在有钱还吗？私人贷可是一天一个样。没有，钱都已经被他转移走了。那你现在需要我帮你做什么呀？师姐，我现在眼下最着急的就是我要去解决这些债务的事儿，但是王大福的那个案子，我不想丢。可是我确实是顾不上，因为韩主任他说他只给我5天时间。师姐，你能帮我跑一下吗？刚到这个律所来，我跟谁也都不熟，就你还对这案子有了解。如果你愿意帮我跑，我就去跟韩主任说，我说这个案子是咱们俩一起做的。你自己的事儿都火烧眉毛了，你还惦记王大福的案子呢？5天如果找不到王大福说的那个唢呐和翻斗车，那我也就死心了。师姐，行吗？行，但是我有一个条件。你说。你已经向法院起诉离婚了，对吧？对。请律师了吗？没有。不管以后你请谁做代理，带我一个，行吗？但师姐，我必须要实话实讲。我身上没钱了，我需要的是案子。行，成交。王大福说的那2件事，到时候我去跑。我觉得你还是得把心思都放在你自己的事儿上，毕竟现在的司法解释对你很不利。我觉得你还是得做好思想准备。我们说就这一条命吧。原来讲的人来图言，谢谢你啊，师姐。但韩主任那边你怎么请假呀？这你就别管了，这就是我的事儿了。那我走了。你不回去啊？你先进去吧，我想喘口气儿。你别着急啊。不许哭，不许哭，不能哭。明明是不是在外面借私人贷了？你又来干什么？你不是不认我们了吗？明明是不是在外面借私人贷了？他为什么这样对我？为什么要害我？他的事你问他去。
我们不知道。我问你，他在外面借了多少？不知道。爸，你告诉我借了多少？别问他，他也不知道。那你们把他的那个电话给我，我联系他。没他的联系方式。他是你亲儿子，你能没有？如果你们不说，我只能把你们的联系方式给讨债的了。反正刘明在外面借的钱，我是没有见过，他一分没往家里拿，我还不着。哦，刘明就算是借钱，还不是为了你？为了我？为了我什么呀？我什么时候见过他借的钱呀？刘明开公司是为了你吧？刘明不赌不嫖，借钱不就是为了公司，为了你们这个家吗？你们说话讲点良心好不好？他不赌不嫖，他什么时候在外面找的女的呀？啊，那挣的钱什么时候往家里拿过？家里的开支不都是花的我的工资吗？这话你别跟我们说，跟讨债的说去啊！现在讨债的已经给我打电话，已经催债了。你要是不告诉我，他们只能闹到这儿来。最后麻烦的还是你们，你们要为自己考虑，也应该告诉我他在外面借了多少，管谁借的，我心里有个数，我知道怎么挽回损失。你们的事儿我们不知道，你就不后悔是吧？我后悔什么？我最后悔的就是刘明找了你这么个扫帚星，要不是为了你，他也不会抛家舍业的跑到国外去。有本事，你就到国外找他去，找他去。你记住你今天说的话。喂，哪位？罗英子女士吧？我再提醒您一遍啊，您丈夫刘明跟我们借的款已经逾期3个月了，之前跟您说的80万，我们还会再核算一遍的，希望您尽快还钱。滚蛋！谁借你钱也管谁要去。刘明已经跑了，听见了吗？王八蛋已经跑了。大爷，我跟您打听个事儿，您是前面这村子的吧？是啊，您知不知道去年7月份有没有人家里办喜事啊？不知道，还真不知道，没听说。那有没有古乐班子啊？这附近我想找一个吹唢呐的。喂，师姐。找什么线索了吗？喂，罗英子，没有呢，我正在找。我就是突然想起你的事儿，我想给你提个醒，也不知道有用没用。你说。就是那些私人贷公司，他们为了要债，什么手段都能使得出来，所以你千万不能让他们闹到所里去。如果你现在联系不上你丈夫的话，我建议你先弄清楚那些公司的情况，看看在法律上能不能抓住他们什么把柄。师姐。我也是这么想的，我已经在网上查过这个公司了，他们这个公司啊劣迹斑斑，而且我也看到了一个报道，说他们会利用社会闲散人员到社会上去逼债，曾经闹出过事儿了。他们这个公司啊劣迹斑斑，而且我也看到了一个报道，说他们会利用社会闲散人员到社会上去逼债，曾经闹出过事儿了。啊？那你现在打算怎么办啊？我是想直接去公司找他们。这公司就在京北。你就别惦记这边的案子了，我有情况会告诉你的啊。
叫一下你周老板。找我们老板干嘛？有什么事儿吗？你最好带我去见他，否则出了事儿你负责。跟我来吧。马上来，哥呀哥，去找老四了。找老四，他家服务员方便。走吧，拿上活去。进来。老板，有人找你。哎，秋华，你30分钟后给我打电话，我要是没接你就报警。进来吧。你就按出厂价给我。谢谢啊，周老板，您好。谁呀？您手下给我打过电话了，我老公叫刘明，他借过您的钱，现在连本带息已经80万了，但是他人跑了，我也刚知道这事儿，我想跟您谈谈。这有什么好谈的？欠债还钱嘛。你到斜对门找员工去跟他说。周老板，我希望您听我把话讲完，这样对你我都好。你等回头跟你说。小丫头，说话夹枪带棒，事儿事儿。你要说什么呀？我的职业是律师，来之前我也是做了功课的。您的公司之前闹出过很多事情，现在相关部门正在严查你们这样的民间小贷公司。听您的口音，应该是外省的吧？我是山东的。咱们能在京北这样的地方立足，就说明都不简单。找我盘道来了？那什么，你这个债务，你想怎么着？首先，我给说明啊，这钱虽然不是我欠的，但是我愿意还，我也认这事儿，但我就2个条件，第一就80万了，咱别再滚了。第二，千万别上门讨债。不是你隔好长时间你不还我，完了你还不让往上滚利，我吃什么呀？我查过了，他借的钱你们已经拿了不少的利息了。如果我再还这80万，你们也是赚够本的。我们家里所有的钱都被我老公给捐跑了。你要是同意这条件呢，我就去想办法筹钱去。我卖栋房子我都会还给您。是吗？这么惨呐？你那男人是干什么的？他是不是人啊？他这么干？他不是人，但我要做人。大哥，我肯定会还您钱的。您同意这条件吗？你刚才说你是山东的，山东哪儿啊？岭南。岭南什么地方呀？海大南校区的。你爸是干什么的呀？海大法学院的教授。你姓什么？罗。罗教授。你是罗教授女儿啊？我二舅是那儿教务主任。啊，没说你小时候我见过你，我老去。我刚才来的时候，我看着我就觉得您挺眼熟的。嘿，这是大水冲龙王庙了，真是。哎呀，嗑都唠到这儿了，那你这玩意儿，你真是。行，80就80。我这样，我给你1个星期时间，不滚利了，行吧？你弄钱去吧。大哥，咱签个合同吧。我们江湖人办事儿讲的是信义啊，吐个唾沫就是一根钉，我信你就行了。你看怎么样？这车抵押给我，纯进口的，才跑了5万多。哟，这照片上看倒是不错啊。哎，你看，等我跑一下。是，多新啊！